听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千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看来啊，接下来赖总统的执政重点呢，还是一样去打两岸，去打抗中吗？因为呢，昨天的全代会上面，我们来看赖总统是怎么说的。他说啊，民进党第一线反对红色恐怖，绝不让民主台湾变中国台湾。他说啊，要团结台湾人民，捍卫台湾主权，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威胁。要齐心守护民主自由，不让民主走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还说这个是民进党对台湾人民永远不变的承诺。甚至啊，他还说呢，政治家一定要比医生还要仁慈，要爱民如亲。他说啊，年底大选要秉持新世代，扛起新时代，打造台湾好生活、爱民如亲等3大原则。还说呢，政治的本质就是爱民如亲，为政者要用温暖的心、亲切的行动，赢得人民的信赖。好，爱民如亲，你是在保护人民，还是拿这个人民的安全当延续政权的保证呢？好，来看到他们最近也是一直在击对岸呐，所以现在呢，美国呢都看穿了中国会怎么样去对付台海。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议员，他就说了，北京的策略啊，可不是直接给你出动战机啊，或者是2栖舰这样子的全面开战，而是选择去海峡封锁。如果想要通行台海，必须向中国海警报到，并且由中方协助护航，以安全来通过海峡。这根本就是从这个伊朗战争学到的这一招海峡拳嘛。所以中国会不会真的用这一招呢？不晓得但是要怎么突破中国的封锁呢？现在美日呢又开始要来第一岛链来进行防护了。这个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现在正式的在这个冲绳部署反舰飞弹发射器，还有短程防空系统，就是要来反制中国的军事威胁，要在第一岛链去建立防线。甚至呢，日本呢也计划要在2027年启动什么海上保安厅无人船研究开发计划，还要结合现有的巡视船跟无人机来提升周边海域长时间的警戒监视能力。而且日本的神盾驱逐舰鸟海号呢，也在美方的协助下呀，升级成了日本第一艘能够携带与发射美制战斧巡弋飞弹的舰艇。要使海上自卫队啊具备能够打击目标的能力。但是呢，日本跟美方啊似乎已经做好了防御。但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开战，真的海峡封锁的话，对经济上面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于是啊，日本现在呢也绘制了东南亚无海域的海图。这个是日本外务省计划着手完善东南亚海上交通线上各因喉点的海图。这个目标包括了哪里？包括了鹿摩加海峡，还有翁拜海峡、钻他海峡、菲律宾的苏里高海峡，还有巴拉巴克海峡。这是要确保什么？确保啊，万一真的海峡封锁的话呢，日本有其他条路可以确保日本经济的海上运输安全。所以呢，他们已经在找后路了嘛。那找后路一方面呢，自己的国内有没有打仗的底气也很难说。来看到这个画面啊，这个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朝峡驻屯地竟然是惊传了火警。可以看到呢，现场啊黑烟直窜云霄，看起来是非常的烟非常的大，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呢，日本国内呢其实对于战争呢也是非常不乐见的所以呢，日本的各界人士呢都上街去反对修宪，要呼吁要守护和平宪法。来看到日本的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他们认为啊，这个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一个危险举动，所以他们呼吁要维持和平的宪法。而且现在啊，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也开始下滑了。来看到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呢，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已经大跌到41% 了，而不支持率则是来到了44%，超过了支持率这个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首度跌破50%，创下了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日本的民众似乎都已经醒了，那还没有醒的是谁呢？难道呢真的就只剩下我们台湾了吗？因为我们的赖总统一直坚持啊，要跟这个红色恐怖划清界限。我们先来请教邱毅委员。赖清德说，台湾人民反对红色恐怖，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红色恐怖啊，我们是每天都看到绿色恐怖啊。绿色恐怖的可怕，对台湾人民是直接感受的。红色的恐怖，它可能在遥远的天边还没有看到啊。赖清德你说台湾有民主自由，哪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会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案，行政院可以不附属、不编预算、不执行，公然的毁宪？哪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这样？你是不是因为跟史瓦蒂尼很好，所以一天到晚要学史瓦蒂尼的帝王制？你说你爱民如子，爱民如亲，我请问你，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惭不惭愧？6月30号毒油事件就爆发了，台湾人民这么多人受害，你却跑到7月3号到展昭宠物用品展里面去跟毒油里面的大当家，然后去相谈甚欢，一起吃狗粮，还评说好吃。你不知道瓜田李下做总统的要避嫌吗？难道你认为你让台湾人民深陷毒油的灾害之中、风暴之中，你认为这个叫爱民如子，这个叫爱民如亲？你有什么脸告诉大家说台湾现在的民主自由是值得称道的？如果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值得称道的，那你的发言人吴峥怎么敢公然在电视台里面这样说？说我又没逼你吃毒油。你的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怎么敢直接对电视台的记者去推他，不让他问？这不是在绿色恐怖在干嘛？石板民夫第一天被打，马上就宣布这个是境外的镇压，跨境的镇压。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证据？民主自由里面有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无罪推定。你没有经过侦查，没有经过任何的证据的考验，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跨境镇压。你还有脸说这个叫民主自由？你看看同样在第一岛链的日本，高市早苗的民调终于大幅度的下跌了，我等了好久了。现在最想拉他下台的一个叫日本天皇德仁天皇，另外一个就是拱他上去的麻生太郎。你今天高市早苗到现在还想要修宪，还想要扩军，还想要永和。每一个周末，日本东京的永田町都涌进几万个民众，线上再加10几万，合起来差不多15万，在抗议你啊！你给日本人带来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灾难。你赖清德就跟高市早苗一样啊，烂兄烂妹啊！真的该称高市妹妹的应该是赖清德，高市应该叫赖清德亲爱的清德哥哥。这对兄妹不是一样的吗？都在荼毒他国内的人民，都对不起他国内的人民。所以高市现在的民调暴跌，会影响到他想要拓展军事版图的这个计划吗？我们来请教介大使。那一定的，他现在这个跌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这个幅度也很大，那而且很可能这个趋势会加速。
这个是一种这种所谓的下坠螺旋。最主要，他这个每天讲这个军事的问题，每天在外面这些搞外交还有的是针对树立敌人，有些是怎么样？因为有敌人，所以要去争取别人对他的支持，结果把这个印度变成日本的哥哥，变成兄妹国。所以呢，这些做法跟现在在日本国内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然后呢，物价每天上涨，很多中产阶级生活越来越怎么讲困难的这些日本民众来讲，越看越生气。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日本的经济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它的很多关键的这些生产的这一些所需要的原料，稀土也好，还有很多原料都需要这些外来进口。那你日币不断的贬值，再加上中国大陆这些关键原料不给日本的话，日本的产业现在已经真的是进入危机状态了。可是好像高市早苗完全这个跟日本的产业跟人民生活在不同一个时空。那我们昨天听了这个赖清德这些说话，我也觉得他也跟台湾老百姓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对，他讲说台湾要怎么团结台湾，他一上台以后就发动大罢免，这个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多数党，台湾这个反对党都打为敌人，然后动员浪费一大堆社会资源，老百姓根本不支持他，全数败北。这是他说他要团结台湾人民的方法吗？另外一方面，他说民主台湾，我告诉你，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不是民主台湾了。台湾已经没有民主了，而且不但没有民主，这个没有民主是他上台，还有他的前任上台民主就已经被他们怎么样踩在脚底下了。而且不但不民主，台湾没有民主，而且呢，现在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独裁台湾，而且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台湾。他还有什么有那个还有那个胆子在那边跟我们讲民主？你想想看，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一个毫无民意基础的行政院长，可以把由全台湾人民选出来的立法院通过的一个法案，他可以把它否决掉，他不签署，这个叫民主吗？这是独裁啊！这个他下面的人都这么独裁了，他还不独裁吗？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台湾这个民主的话，应该是人民做主而且我们新闻界的同仁是我们人民的代表，人民去发表，去怎么样，去这个确立我们人民知的权利。我们管不住你，我们去聊，知道都不行吗？你看看昨天这个赖清德的秘书长公然对一个我们年轻的记者，用一个非常粗鲁的方式把他的麦克风把他挥手打开，这个叫民主吗？这个什么？这是傲慢，这是君主。那台湾整个社会来讲的话，现在是什么？爸爸干了县长以后，女儿就要出来做县长嘛？这是家族化，家族化不是民主那我们的阶级是不是越来越固化呢？我们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吗？能够还往上面一步一步的努力，可以做到像阿扁一样3级贫户，还可以做总统吗？还有那个机会吗？我们的阶级也固化。然后这个政权不断的跟这个利益团体勾结，这都是反民主开倒车，还居然跟我们讲在这边要民主台湾，真的是我觉得太讽刺了。台湾现在似乎不仅没有民主，而且两岸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危急。美国议员都说了，中共2028可能会封锁台湾海峡的部分。我们来请教黄舰长。我跟你说完我的这个对这种海洋这种判断，你知道这个议员是何等的无知。这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议员讲这种无知的话，台湾海峡是非常宽的。那就算中国非常非常强大，他们完全粗暴无理，他要去封锁都不可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替代道路。你把整个台湾海峡，就算他力量使尽了，谁敢进来我就打谁。那东岸呢？那东岸跟中间走差多少？走日本反而更近只有哪里走到哪会比较远一点，绕远路，然后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广东走到这个浙江啦、山东啦，
他走里面会比较近，他会封锁自己吗？这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阿拉伯湾那里面唯一的出口。那它这个湾有这么重要，有这么多的石油，不走这，它没有路走，它只有走陆路，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运到左边那里去。所以那个东西你要换一个地方太麻烦了。即使红海啊，红海不是有一个曼德海峡吗？曼德海峡都没有这么重要，为什么？曼德海峡在底下你给它封锁，它反过头还有一个苏伊士运河，它还可以走。它不是唯一的道路，当然你反过头走，如果再遇到我们这个，好比说日本、韩国，哇，那个路程是增加非常非常多，可能要将近，就算没有1倍，也增加60%、80%，所以那个价格差很大。再说一次，只有傻瓜会去封锁台湾海峡，因为第一你封锁不了，第二它的替代道路就在我们的东岸，非常的方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近太多这些叫做第一岛链的这里的这些防御的改变我觉得它的起因全是去年的93的时候，去年93完毕，解放军呈现了太多很先进而且让人想象不到装备，然后美国国会就写了一个研究报告，那个研究报告基本上说他们的西海岸这里就是靠西太平洋这里，他们对不起全都已经输了。那什么输呢？战术性的武器，战机啦、坦克啦、战舰啦，战术性的武器它全输。那现在美国唯一领先的就是战略性的3样武器，第一个是核动力的航母，第二个是叫做远程的战略轰炸机，第三个是像这种战略的核潜舰。这3样目前美国还是领先的，数量也好，品质也好。但是中国大陆目前这3样东西都有个东西准备推出来好比说中国大陆的第4艘航母，据说已经是这个核动力的，而且它的吨位比美国的还要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轰20早就在说试飞了，什么时候会公布？可能就在这1-2年就会公布。等它公布出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它的轰20会比美国的 B-21还要先进。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核潜舰，战略核潜舰现在听说它的洞沟6它的性能是有史以来大概最好的，但是现在它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而已。等到公布出来，你就会知道这3样东西如果也超越，就超越了。那既然美国全输，所以美国的整个政策从那时候开始，那份报告里面就讲，日本要学习台湾的拒止战，就是我打不过你，那我就做我的这种，好比说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个装这个飞弹，你不要来打我，这是他的。包含以色列的铁穹，就是为了防范中国大陆打他，所以他是害怕被打，他的战术的改变就是害怕被打而已。好，美国都害怕被中国大陆给袭击了，但是我们的赖总统还在玩红色恐怖能够对抗多久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聊。现在地缘政治的战火呢，竟然是从南海也烧到了北极吗？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呢，近日是派遣了门罗号巡防舰，到白令海峡去监控谁？又是监控中国的科研船雪龙号这艘雪龙号呢，前往北极，而且这也是今年首次有中国船只出现在美国划定的扩大利益范围内所以他们说这是科研船的亲门踏户啦那么美国的海防队也说要确保这个中国的科研船的活动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时呢也要防范可能的恶意活动，尤其在美国专属经济区以及延伸大陆棚内来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都要先获得美国的许可才可以分享，而且也要分享所搜集的资讯。好，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呢也是持续的增加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好，两国呢甚至也曾经在北极区域怎么样进行联合演习。美国也已经批准了，国会也已经批准了，要在本土还有芬兰要建造最多11艘北极安全巡逻舰，要使美国的破冰能力能够提升4倍。而且美国的这个指挥官也说啦，说美
方预期相关活动呢，未来会更加的频繁，所以现在正在跟战争部、国务院以及国际伙伴合作，要来积极应对竞争对手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好，所以可能大概啊，川普又要 murmur 说什么格陵兰很重要了，美国要拿下来了啦。好，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也正在失火，失火的是什么呢？是 AI。我们来看到呢，现在美国啊有42州竟然串联了142场活动，要来抗议什么？抗议建 AI 资料中心。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大幅的成长，所以全美各地呢都在新建资料中心。但是抗议者对这些资料中心的设施快速扩张深感忧心，所以他们就上街集会游行。总共42州140场串联抗议，展现他们对这个的不满，甚至主办单位也引用这个盖洛普民调显示呢，有70%的美国人是非常反对在自己的社区新建资料中心的。为什么要反对建资料中心呢？简单嘛，因为资料中心会抢电，那没有用电用的话，电价就会涨了，所以他们不想要付这么高的电价，尤其他们可能自己根本没有用多少的 AI token， 还要缴这么多高的电价嘛。那现在呢，纽时甚至说了，说其实呢，中俄也在炒作这个 AI 资料中心的争议，加深美国社会的对立。这个前美国情报员也说啦，说外国势力其实是没有利用国内的 AI 未来相关争论，反而是利用这些争论，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加深内部的分歧，要从内部去来弱化美国。好，毕竟在 AI 战场上面呢，能够取得先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能够拖住美国也是一个办法吗？就连习近平他也说了，说未来的 AI 发展愿景呢是要开放共赢的。好，他呢在这个 AI 的方面呢，虽然讲话内容是没有点名美国的，但传递的讯息呢是非常的明确，就是中国志在作为全球另一个 AI 超级大国，要来参与竞争。而且现在中国的 AI 晶片呢，也还有变形机器人甚至是惊艳了 WIIC 所以呢，现在说了美股的晶片股最近呢跌得很惨，就是因为看到中国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才会导致于美股大跌但是其实这个是很难说的啦。而且美国最大的风险呢，也不是什么 AI 衰退，而是因为刚刚说的负担成本太过昂贵了要建个资料中心还会被很多人民抗议，但是中国反观就没有相关的问题了。而且我们来看到呢，光是这个太阳能厨电装置呢，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垄断了全球90%的市场，所以美国的 AI 还有能源转型呢，都非常难摆脱对陆气的依赖。我们来看到美国安装的储能系统呢，有90%都是使用中国电池，甚至今年 Q1 全球前10大储能系统电池的供应商呢，都是陆气，市占率高达90%。所以华府想要在能源转型跟 AI 用电需求升高之际，摆脱对中国的供应依赖，几乎是非常的困难啦。好，那眼看中国的硬实力逐渐的崛起，所以现在呢，印度呢也要来敞开中资大门了吗？这个是前印度的储备银行副行长就表示了，随着美国贸易政策反复无常，印度呢也不想再把美国视为稳定可靠的经济伙伴了，所以反倒是对中国进口呢日益加深。截至3月财政年度呢，进口额就超过了1300亿美元。他们也认为应该要更务实的跟中国来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反倒美国则是美债越来越高，而且川普之前上任的时候就说我要消除美国19兆的债务，结果到今年7月中旬未偿还的公共债务总额就已经来到了39.4兆，这翻了1倍之多快1倍吗？但按照目前的经济成长速度每50兆美元的债务规模，可能在2030年代就会达到这个债务的接近水准呢，夸大了当前的债务总额。所以不论是从经济上面，还是从这个军事上面，美国要抗中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们来请教金文吉大使。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科研船在白令海峡进行科研，当然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是有规定如果说你要进入这个沿岸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以及这个大陆棚的这个区域你事先是要申请得到同意的啦。那不过
这个白令海峡是非常大的一块水域啊，所以美国说是必须要进入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可是那也不过就200海里，那个是非常小的一个水域。不过这个地区为什么美国会很注意？其实这个地方因为它在高纬度地区，其实这么一个广阔的水域啊，那么如果有中国大陆的这些战略的核子潜艇在这边活动的话，那要打击美国的本土，那是一个非常一条捷径啊。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看平面地图上高纬度是拉开的，可是如果说你要看这个地球这个圆球形的地球高纬度的地方这个东西的距离是很近的。所以这个区域在过去很长，有好多次了。我觉得去年的中俄的联合的海洋的巡防就是从这个海参崴一直往这个白令海峡走。那这个区域的话，那么美国过去因为俄罗斯它的这个海上力量也很大，不过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觉得应该没有人再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挑战它。现在中国大陆这个海军的力量走向南海以后不但往这个第2岛链突破那么往北的部分的活动也相当的活跃。那这是一种战略威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战略核子动力的潜艇那么再如果配了巨浪3的话，那对美国来讲是形成极大的战略威慑，所以美国是非常担心这一块。而且这块水域的话，现在3大强国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那美国是比较孤立的。那相对的，加拿大它本身的这个海军力量还是相当的薄弱，所以这一块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出来，现在就是说美中的军事博弈这个范围已经越来越扩大，美国受到的战略威慑现在也感觉是越来越强了。而在 AI 方面美国人是拒绝 AI 资料中心进驻的，那这样要怎么跟中国来竞争呢？请教邱毅委员。AI 产业不是说不该发展，也不是说美国有了 AI 抗议 AI 的资料中心 ，AI 的产业就会完蛋，而是因为 AI 产业的发展，它有一种叫外部成本。什么叫外部成本？就是它给这个社会制造的成本，而经营的企业自己却不需要负担的。为什么？刚才运成讲过，第一个，它的电力的负荷太大，一个资料中心，它的电力的耗费差不多就是10几万个家庭的用电，所以它一定会造成电价提高。好，那 AI 产业它的利润归企业，但是电价提高，电力不足的成本，那归民众来共同承担，这叫做外部成本。再者，它的冷却系统每天要耗掉的水分、水资源要5万加仑以上，它基本上会排挤掉民生用水，排挤掉农业用水，所以它基本上会造成大家的生活负担以及农业生态的破坏。再者吧，它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包含了噪音，包含了污染，它会对人民的生活品质发生影响，但是它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所以现在正在大陆开的 AI 的一个治理大会，习近平就讲因为有这些外部成本，所以 AI 除了私人企业的私人财以外，还必须有公共财的性质。什么叫公共财的性质？就是雨露均沾的。习近平特别不是提到吗？他要让开发中的国家能够享受已开发的生活，所以他认为 AI 的公共财，中国第一个提出来的叫做妈祖的气象系统，它就可以造福40几个开发中的国家，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个叫公共财。好，另外的美国的美债的问题，现在已经牵连到日本了，因为日币大幅度的贬值，所以
现在高市的后盾麻生太郎建议说要抛美债来救日币，可是高市怕因为一抛美债就会得罪川普啊，川普会生气呀。所以这时候高市跟麻生太郎为了这一个经济政策的问题，要不要抛美债，要不要救日币，两个人之间几乎是水火不容，这也是造成高市整个会崩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好，不过我们来看到中国的科研船进入白令海，北极争夺战开始了吗？请教舰长。其实中国进入这个白令海这里大家先了解北极那里那个整个的海域很大，它那里现在有5个国家在那里有宣称，他们也在开会讨论，没有最后定案，但是目前的大家各个国家占的百分比是这样子的俄国44%，加拿大22.5%，格陵兰现在属于丹麦嘛14%，美国7.5%，还有一个挪威12%。如果你把挪威拿掉，美国加上加拿大加上格陵兰的占的比是跟俄罗斯的44%是一样的，所以川普一直想说这2个东西是归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即使把这5个国家这样分完之后，因为他那里地方很大，他还有一块公海，他的公海相当于有78个台湾这么大。那公海这一块占北极的那里的大概土地19%，你就知道其实那里还是有很多的。而且第二个不是说你占的地方别人就不能进去那个经济水域也是可以进去，但是那是自由航行，你不能在那里停下来做一些操作。但你可以看得到，刚刚美国才多少？美国才7.5%，他期望什么？那这些东西所谓的200公里的经济专属水域还有350的大陆棚架这是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定的，当初推出这个东西去做的也是美国。结果完毕之后，全世界有172个国家缔约，就是我们遵守这个东西。你知道全球5常记这些大国里面只有1个国家没有参与缔约，是谁？你们知道吗？美国。美国为什么没有参与呢？他的总统其实是愿意但是他的参议院必须要2/3通过，他才能够去缔约。结果参议院不愿意。参议院为什么不愿意？你知道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说这样，这个北极这里，你刚听得到这个分配完毕了嘛？美国只有7.5%，可是美国认为我们才最有本事、最有技术去探勘北极海底下这些矿产结果我们定这个东西，把我们自己给限死了，让别人去这样收益。那全世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有国家这个法律都可以保护他们，可是美国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所以你知道美国的霸权心态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督促成立的这个法，他们却不参加，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实力可以为所欲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我来看到美伊现在是越打越激烈吗？伊朗呢又在攻击了2座美军基地，而且呢，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在19号的时候又发文称美国是大撒旦妄想延续在中东地区的霸权。而前一天凌晨呢，伊朗的导弹呢也击中了约旦一处美军基地。来看到这个视频的瞬间导弹是击中了一处建筑之后，火光四溅，还有人用英文大喊说：“快撤 ，Go Go Go！” 好，而现在呢，美军呢当然也是回击了伊朗，而且还击中了什么？击中了伊朗的核电厂。来看到这件事情呢，是中央司令部公布连续第8晚打击伊朗，而且呢，精准弹药击中了山体设施。好，那伊朗外交部就批评啦，说这个是对和平核能基础设施的危险袭击，还警告美国必须为相关后果来进行负责。而美方呢也一直持续的呛瞎，这个中央司令部也说5万个美军随时都要来待命。但是中央司令部讲的这么好听，其实美军自己的伤亡也是相当严重的。来看到呢，这个证实美军已经3死了。那伊朗革命卫队呢，也在纳斯尔2行动呢，
第21轮打击公告中称啊，在约旦方面的人员帮助之下，革命卫队使用了弹道导弹打击了雅克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大型运输机以及 P-8指挥控制飞机。好，伊朗革命卫队还表示啊，成功的在该国西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无人机以及一枚巡弋导弹。好，所以现在的情况呢是美军的伤亡持续的在增加，而中央司令部19号也证实了一名美军在伊拉克执行拆弹任务时身亡。那另外呢，也在遭到伊朗攻击的约旦军事基地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所以这种种加起来啊，美军阵亡人数恐怕增加到了18人。那另外呢，也有430人受伤了。好，所以为什么美军会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受伤呢？美国人可能也都很难以置信哦，因为福斯新闻的美国评论员也质疑说，不是都说伊朗已经被我们打趴了吗？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被摧毁了吗？怎么还会有18人死亡呢？好，所以他说的是，我们心知肚明，当2名美国人遇害时会发生什么。多数美国人会问，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是有防御武器吗？我们不是摧毁了他们的导弹吗？但是残酷的现实往往就会狠狠的打脸。好，但是更讽刺的是啊，美国在前面这么努力的打仗，结果后面竟然是图利了谁？打到最后竟然图利了中国吗？我们来看到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啊，一名美军这个是错误的哦。不过我们来看到，就是停火的时候呢，伊朗竟然是半个月呢就狂运了5000万桶的油到中国，这反倒是在停火的期间，他大赚了一笔，渴望进账1900亿元。所以这个打来打去啊，最后赚的都是中国大陆吗？好，那另外来看到呢，这个评论也是说的很直接啦，说什么？说这个导弹的导弹，好，川普是笨蛋，那美国是坏蛋。来说啊，这个停火瓦解呢，来自双方的不妥协。但是论及这个导弹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这场战争原本不应该爆发，但是因为川普是笨蛋啊，美国是坏蛋，而意外打开了这个潘朵拉之盒，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当前各方就成了一个非常难收场的危险僵局，所以这样看来看去啊，都是川普这个笨蛋导致了这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然后最后还只有图利中国吗？我们先来请教邱毅委员。美伊这一次的互相的攻击啊，伊朗基本上锁定的最大的目标就是约旦，他专门针对约旦美国的军事基地来进行打击。刚才运成说，已经有3个美军死亡，1个失踪，4个受伤。美国能够宣布这样的伤亡数字，代表已经很严重了。美国人在爱惜生命啊，3个美军死亡，那对美国人来说是何其严重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次伊朗要针对约旦呢？因为他们经过追踪得到确认，打击伊朗南部的桥梁、电厂、军事基地，甚至还有小学里面那170几个可爱的小女孩。美国的战机跟导弹就是从约旦这个基地发射出去的，所以伊朗要为人民报仇啊。所以他就攻击约旦的这一个军事基地啊，而且打这个军事基地，打你的雷达站，打你的加油机，打你的油库，打你的发射中心，打你的指挥中心，也就是把你的眼睛打瞎了，雷达没有了，把你的手脚打残了，然后把你的整个要增补的能量也给切断了。所以这个仗再打下去的话，你知道约旦很近的，它就是以色列的屏障，下一个就打到以色列了。以色列现在纳坦雅胡虽然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但是也皮皮刷，9月联合国大会要在纽约召开，美国第一个穆斯林的市长曼达尼，纽约市长
现在已经呛瞎了，昨天已经公开的讲了，他说纳坦雅胡是被国际刑事法庭 ICC 所通缉的，所以如果纳坦雅尼到这个纽约来开联合国大会，他要把他抓起来。所以纳坦雅胡首先要决定啦，9月的时候联合国大会他要不要去啊？如果他不敢去，他就捞走。下面的大选，10月的大选，他一定输掉。那如果他去了，万一这个纽约的市长曼达尼真的把他抓了，那怎么办？那就接着被关到海牙的法庭去，跟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来做狱中的兄弟了。所以基本上啊，美国打这场仗，为什么被大家称为导弹？川普笨蛋，因为你竟然偏听纳坦雅胡告诉你的错误的情报，然后去打了这一场没有意义、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的战争，打到最后，你不但美国没有得利，反而让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招牌褪色了。而你美国为什么是坏蛋？你明明跟人家签了要停战的 MOU， 你又主动的去打人家，又撕毁了这个 MOU， 那以后谁还相信你美国总统的签字呢？而且美军现在也开始去攻击伊朗的核电厂了吗？而美军自己的伤亡也很严重啊。我们来请教这个黄舰长。先说攻核电厂，它其实只攻了一个正在新建的核电厂。伊朗有一个运作中的核电厂，那个是安全的，那个是没事。那接着我们要说，目前美伊双方其实都在争面子，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高层我今天要不要打这个战争我一定要想想看，我这场战争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我们国家的一些什么样的面子？不是利益。美国现在再打下去的利益是什么？我想不出来呀。他想怎么样？他想把伊朗整个占领吗？那是不可能的。他想占领荷姆斯海峡吗？也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讲，这两个都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不撤呢？就是面子下不来。全世界都知道你川普实在是很没有面子，打了一个中等的国家，结果你打成这个样子。有一句话我相信这整个的这个美伊战争大家记在心里那句话我觉得是最正确的。讲国际政治这句话什么知道？美国再也回不到2月28日以前的美国的那个国际地位。为什么？全世界都把你看扁了。那他们现在还在干什么呢？其实他们现在都在做有限的报复。它的关键的那个实在解不了的结就是荷姆斯海峡。基本上美国说你绝对不能封锁荷姆斯海峡，这是要开放，因为这个封锁对全世界经济影响太大，尤其美国现在这么大，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但是你叫他不封锁就不封锁啊。那伊朗在那里说，谁要是不听我的话，谁没有经过我的管制，我就要打。那就是有些人硬闯，他就打1个2个。美国一看你打1个2个，结果美国就怎么样？美国就攻击他伊朗沿荷姆斯海峡的雷达站啦、快艇的中心啦、无人机的这个制造中心啦、基地啦，以及飞弹基地，他就打你沿海的，让你沿海没有办法对这些船攻击。但伊朗一被打，那还得了？他就开始报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你哪里飞机过来打我，打你的基地。那你打他基地，那美国又火大了。你居然敢打我基地怎么办呢？我再加码，我打你的港口啦，我打你的机场啦，我打你的基础设施，什么发电厂啦，这个引水站。然后伊朗一听到，那你敢这样子，我也不怕。他攻约旦啦、科威特啦、卡达，双方都在。我这样讲好了，有限的升级。其实他们都不希望这个决裂，打起来双方都受不了。那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得出伊朗是他在很有限的，他没有攻击那种会死很多人的美国的。我举例，什么会死很多人？美国军舰，美国有2艘迪迪波里号啊，还那个运输舰上面有几千人呐，2艘啊，那个本身是没防卫的哦。他如果伊朗运用他的潜舰，他有3艘 Kilo 级潜舰，还有20多艘小型的潜舰，带着他的重型雷去打这个船哦。我跟你讲，那一个船只要一沉哦。最保守的估计大概也是几百人、400人、500人。你只要打船一个沉会怎么样？你就会逼着川普不得不跟你拼命，因为什么？
国内的民意啊，开玩笑，我们美军死这么多人，你就让他这样打吗？那川普是不是就要跟你拼命？那如果川普要跟你拼命，他会打什么？他会打你伊朗的哈尔克岛。哈尔克岛上面有伊朗90%几的能源从这里走，我把你整个打哈尔克岛，对美国来讲轻而易举。几个这个叫战斧导弹那些东西也不能跑，一炸都是油，一炸整个来说那个岛毁了，伊朗的基本的经济也毁了。那伊朗基本的经济他活不下来，他怎么办？他会第二步跟美国拼到底，把整个荷姆斯海峡布上水雷。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基本上就完蛋了。所以你没发现，伊朗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其实是在做一个有限的升级，避免走到一个没有退路的一个死胡同。对，避免真的是玉石俱焚啦。不过我们来看到这场中攻战火，是不是反而让美国内部呢越来越弱了呢？请教介大使。美国现在事实上的这个有关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它内部的民意非常两极化，非常两极化。像就是今天上午就是这个美国时间了他们这个川普去这个足球场去颁奖，对。在这个，因为西班牙拿了冠军对，在颁奖，他第一个维安非常的维安做得非常的严密，他们的人基本上都全部躲在防弹玻璃里面，然后他有走出去，可是大部分时间都在防弹玻璃里面，那个是一个很大支出我不晓得那个 FIFA 他们这个钱谁出那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进场了以后呢，就是说嘘声很大，对，非常多的嘘声。可是呢，问题我看了不同的台来报道 ，Fox 呢就有人在欢呼，可是呢，其他的台呢都是一片嘘声，所以连报道都有不同的角度。那所以现在美国这个是一个非常两极化、非常非常对立的一个社会那么也有这个问题，就川普认为我现在是把美国搞到这个美国的一个盛世这个美国从来没有那么强过，对不对？就像有人认为说现在台湾很民主，对不对？可是实际上那个一个独裁的行政院长可以把整个整个立法院把它架空，那你有什么民主呢？所以美国的情况现在是蛮严重的。那一个国家如果内部是这样子的两极化的话，那它就是弱化了，而且是对外战争通常都会怎么样团结一致的。美国过去的历史，只要对外战争，大概国内很少像这样闹成这样。可是呢，这一场美伊战争在美国国内非常的两极化那最主要，川普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批评他这场战争的人就说，这场战争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还打。你刚开始说你要造成什么？要造成这个政权转移你是希望伊朗人民起来怎么反抗暴政？结果呢，伊朗人现在越来越团结，那你还打什么呢？对，你把一个不团结的伊朗打成一个极为团结的伊朗，你的作战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你现在说要去打人家的什么？打人家的这个要人家把核子武力给他放弃。结果呢，现在又不打了，因为为什么？伊朗把这个荷姆斯海峡一封闭以后，现在所有战争的原因都是为了要这个把荷姆斯海峡把它开放，而且呢，你到底开放